一群村民拉着沉重的车厢徒步在318国道上，每前进一段距离便折返回去磕头。这群村民要前往1200公里外的拉萨朝圣，这里是位于西藏芒康。老人杨培一辈子在村子里放牧，毕生梦想便是前往拉萨朝圣。村民们的日常朴实简单，放牧砍柴占据了日常生活的大半时光。晚饭时，侄子尼玛扎堆得知叔叔想去拉萨，决定过年后带着叔叔前往。2014年是冈仁波齐本命年，邻居次仁一家也想趁这个机会一起去冈仁波齐转山，因为儿媳妇肚里的孩子也将在马年降生。朝圣是每一个村民埋藏在心里的梦想，尼玛扎堆欣然同意。藏历新年马上到了，尼玛扎堆请来村里的屠夫宰了一头牦牛，接过酬劳的屠夫转头就去买醉，半夜倒在了雪地里，被路过的村民认清捡到。屠夫之所以买醉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造下太多杀孽，只有喝了酒才能缓解。他也想和尼玛扎堆一起前往拉萨朝圣。仁清家里去年盖房子时因为意外导致2名工人去世，他也想让儿子跟着尼玛扎堆一起去朝圣，为逝去的工人祈福。藏历新年到了，按照传统，村民们要打扫卫生、煨桑放鞭炮来驱旧迎新。因为父母都要去朝圣，小女孩渣渣在家中无人照看，她也会跟着朝圣队伍一起出发。听说头上会磕出大包，渣渣腼腆地笑了出来。女人们在家准备过年的食物，男人们上镇里采购物资。耐磨的解放鞋是上家之选，此外还要制作朝圣的木手套。婆婆给怀孕的儿媳曲珍准备了羊皮褥子，来给出生的婴儿保暖。屠夫制作了厚厚的皮围裙。朝圣队伍用拖拉机装上行李物资，这辆拖拉机就是一行人的补给物资。朝圣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，村民们都在村口为他们祈福。从这一步开始，朝圣之旅就正式开启了。他们要用这种磕长头的形式，一直跪拜到拉萨。拖拉机在后方缓慢行驶，朝圣者在前面跪拜前行。从天亮到日暮，他们在一处空地扎营，搭起供10几人晚上休息的帐篷。一天下来，所有人都腰酸背疼，念诵过经文后才躺下入眠。沿着318国道，他们来到了3436公里处，一路不断有大卡车驶过，拖拉机能提示后方的车辆注意规避。没过多久，屠夫便累得腰酸背疼，甚至落在了小女孩渣渣后面。休息时盘点物资，手套和鞋子已经磨坏几双，吃着牦牛肉和糌粑补充体力。结冰的湖面只能凿下冰块来取用。第二天，他们需要早早出发翻越东达山。此时山脉间刮起暴风雪，能见度极低，但朝圣者们没有一丝偷懒。队伍中只有摇着转经轮的老人和孕妇走路，其他人皆是虔诚跪拜。在大多数人眼里，或许无法理解这种行为，大概只有真真切切体会了朝圣路上每一次俯身所付出的力气，才会对藏族人民流淌在骨子里的这份信仰感同身受。随着海拔攀升，入眼可见都是一片茫茫雪景。好在沿途的村民都十分和善，家里的干柴供他们随意取用。半夜，孕妇曲珍的肚子突然有了反应，他们用拖拉机载上孕妇，到离村子里最近的卫生所准备分娩。男人们在外焦急等待，他们相信朝圣路上遭受的苦难都会变成日后的福报。孩子顺利出生，在家的亲人们也闻讯赶来探望。孩子取名叫丁兹登达，寓意能够幸福成长。仅经过几天的休息，曲珍便带着孩子返回了朝圣队伍。自此，队伍中又多了一名成员。头几日，曲珍就坐在拖拉机上，跟着跪拜的队伍。路过一处正在建房的村民家中，他们热情邀请朝圣者做客。再次出发后，渣渣说自己头疼，但眼下只能等抵达邦达镇再去买药。大家劝说让渣渣休息，但母亲却说让他继续。他认为磕头能长见识。朝圣者们一路会马上一些玛尼堆，为路过的所有人祈福。朝圣在老一辈藏族人心目中都有着沉重的分量，规矩上也不容有任何人破坏。当一名路过的老人发现屠夫头上戴着红头巾，渣渣因为步子太小，不得不多走几步再磕头。老人指出了他们磕头中的问题：朝圣者的拖拉机坏掉了。老人热心邀请他们到家里过夜。晚上，老人再次强调了磕头应该注意的事项，拿出了自家珍藏的青稞酒，还送上一条磕头用的皮围裙。整备一夜后，村民们继续上路了。曲珍将婴儿放在了拖拉机上，她也加入了磕头队伍中。在孩子饿的时候，就会过来安抚。行走在高山耸立的峡谷中，山间的落石随时倾泻而下。人轻飞身护住处在落石区域的渣渣，被一块大石头砸中了腿。休息了2天之后，他们再次启程了。周围的景色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着。春天来了，他们将行李放入河中灌洗。扎营时遇到同道之人，他们也会无私帮助。这2位朝圣者来自四川雅安，已经在路上7个多月。他们有一头毛驴，但是并不让毛驴拉车，只有人拉不动的时候才让毛驴帮忙。大多数时候都是牵着毛驴走。
因为毛驴对他们来说就是家人。在路过318的网红拦路河时，他们脱掉外套，从冰冷的雪水中一路跪拜穿过。山上流下的泉水，便是他们解渴的佳酿。这一路的朝圣之旅，让屠夫得到了救赎。路上遇到的蚂蚁，他会先让它过去，但另一边一声巨响，拖拉机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掀翻。众人连忙查看司机和孩子，好在人都没事。肇事司机也是着急带着车上呼吸困难的乘客去拉萨救治。善良的村民们让汽车先行离去，但断轴的拖拉机无法再启动，他们索性拆掉了车头。男人们拖着沉重的车厢一路前行，每走一段路再折返回去磕头。到了上坡路段，更需要所有人来一起推车。上到坡顶，他们放下车厢再次回去。到了山顶，他们换下已经乌黑的经幡挂在山顶，作为他们朝圣之路的见证。下坡路段也非常危险，沉重的车厢推着人前进，随时有刹不住车的可能。抵达318路段4504公里处，拉萨就在眼前了。在布达拉宫前，他们驻足祈祷，虔诚的表情将一路的疲惫抛诸脑后。大昭寺内，朝圣者们许下了自己的愿望。在旅馆安顿好后，活佛为他们献上了哈达。活佛是取真的舅舅，他为丁兹登达念诵了文殊心咒启智。旅馆老板娘体谅这些朝圣者的情况，让他们替他磕10万个头，他会免去所有的住宿费。为了攒够前往冈仁波齐转山的费用，村民们不得不去打零工。替老板娘磕够10万个头后，他们打包行李出发了。他们朝着冈仁波齐行进，连日来的跋涉，他们终于抵达了冈仁波齐山脚下。但老人身体每况愈下。第二天一早，杨培老人在睡梦中再没醒来，他长眠在了这片一生都向往的土地。他们将为老人实行天葬，剩下的人将围着冈仁波齐进行转山，待老人完成最终的愿望。